来到小小炊烟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做油泼辣子，之后我还会做凉皮。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啦。1汤匙的细辣椒粉，1汤匙的粗辣椒粉，2种辣椒粉都要选择辣度比较低的，千万不能用四川的朝天椒或者2荆条辣椒这种特别辣的。油泼辣子最重要的在于色泽和香味，而不是辣度。曾经在西安吃到的正宗油泼辣子都是满满的一层红油，但味道却很柔和。如果买得到正宗的陕西青椒，那是最好的。然后再加1/2茶匙的盐和1/4茶匙的五香粉。陕西8大怪，油泼辣子一道菜。那么显然油泼辣子里面除了辣，还要有些其他的味道，才能称得上是一道菜。将料粉混合，一会儿泼油的时候时间非常短，需要把另外2样配料也都放在手边，一是熟芝麻，另外一个是香醋，都是1汤匙的量。锅烧热之后倒入1杯食用油，锅底出现明显油纹的时候就可以下入葱姜蒜，然后转成小火炸大约10分钟。这一步可以增加油中的香味，但并不是必备的，传统的油泼辣子不需要这一步。葱姜蒜都已经炸成黄色的时候可以捞出来，转成大火，让油温升高到开始冒烟的程度，再关火，让油温降到刚刚不再冒烟的程度。如果你有厨房温度计，那么就可以精确到190摄氏度，也就是374华氏度。马上泼到混合好的辣椒粉中，分2次加入，每次加入后都用勺子充分搅拌，让辣椒粉与热油充分接触，才能激发出香味。之后再加入熟芝麻，如果你用的是生的白芝麻，那么要一开始与辣椒粉混在一起。最后点上香醋，醋的沸点很低，加到热油里面马上就沸腾了。做出来的油泼辣子不会有任何酸味，只留下了醋的香味。大家应该会发现，做油泼辣子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油温。下面就来做一个对比实验，看一下油温过高和过低泼出来的效果。这是油温过高的效果，虽然泼油的瞬间看起来很精彩，但是辣椒粉糊掉了，变成了黑色。如果是这样的油泼辣子，就缺少了色泽。再来看油温过低的效果，虽然颜色还是红色，但是辣椒粉的香味没有充分激发出来，这样做的油泼辣子就缺少了香味。最后再来看看油温恰好的时候做出来的效果，红而透亮，辣椒香、芝麻香、醋香都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刚刚做好的时候有点烫，放凉之后再用。面筋和油泼辣子我们都有了，下一期我们来做凉皮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